如果你有一个为了自己的嗜好牺牲员工福利的老板，你还能有什么好日子过吗？但这就是清朝末年人们说不出口的悲哀啊！人工挖出这个湖哦，就为了皇后娘娘的开心。没有把钱用在军事上面，他把钱用在了北洋舰队的钱都用在了。对，就是为了建这个颐和园。标准的，别人怎样死他不在乎，他自己要爽，特别有爱心的一个国母。不在家是为给你带来更精彩的故事。Hello， 大家好，我是佳佳。今天我要带你们来看中国最后的皇权清朝，象征着存在，也象征着腐败的痕迹，也就是这座最漂亮的皇家园林颐和园。这也是所有北京人都会向外地游客推荐的景点哦。那我们就一起来探索一下它的背后有什么故事或惨痛的历史吧。我们现在来到了皇家园林颐和园，来看一下慈禧她晚年住的地方，好不好？这个颐和园呢，它是中国最完整的皇家园林，也是慈禧太后她晚年居住的地方。它非常的大，你要在一天之内呢完整的逛完一圈，其实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呢，我帮大家找了一条很精华的路线，什么都看得到，拍照也拍得到。因为我们这次到大陆都是自由行嘛，每次走过名胜古迹时，大家都会看着别人的导游露出羡慕的神情。于是这次我决定要成为一日导游，恶补了许多有关颐和园的历史，临时抱着佛脚上场。我到底会胜任导游这个工作呢，还是又会闹出什么搞笑的事情呢？哦，那个就是惨了，讲不出来。好的，手上的零食先准备好，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影片喽。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光绪皇帝的监狱。好，你有没有觉得很怪？皇帝呢，为什么会被囚禁？走，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一个门槛，要小心哦。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玉兰堂呢，它一开始的作用肯定不是要来囚禁光绪皇帝的。这个颐和园呢，主要就是给慈禧太后晚年休息的地方。这是乾隆呢，他来看他妈妈的时候住的地方，叫做玉兰堂。但是后来呢，19世纪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然后有一个戊戌变法，你们应该有听过哈。慈禧太后呢，为了要稳固自己的势力，她就把光绪皇帝囚禁在这玉兰堂里面。它的那个门窗都是紧闭的，真的是要把光绪皇帝锁在里面，不让他出来的那种，跟其他的宫殿会有点不一样。走，我们来看一下。你看这个锁，这个锁都从那时候就留下来了，没有乱讲。你敢讲我？这里这样拍还蛮漂亮的。有哦，这一整个湖景都拍得到哦。我们现在就跟光绪皇帝一样被关在这里了。皇帝就是皇帝，虽然被软禁了，但有这么好的 view 陪他，跟度假没什么两样了吧？很难想象哦，堂堂一代皇帝竟然被囚禁在这种地方。看完了这个玉兰堂，就是人家说的天子监狱以后，我们去看关他的人住怎样的房间。好，走。你们有没有觉得这边这个景色像哪里？江南。没错，这就是因为乾隆当时下江南，然后他很喜欢杭州、西湖、江南的感觉，所以他就在这他妈妈住的地方给他打造一个同款的哦，所以就是有那个味道，有那个感觉。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慈禧晚年居住的地方乐寿堂了。你看两侧还有那个大缸，你知道这是干嘛的吗？慈禧太后呢，她也是个女生嘛，女生都喜欢香香的地方，对不对？对。然后古时候呢，没有香水，没有香氛，她怎么做？她往里面丢苹果，所以整个乐寿堂的这个院子里面就会充满那个苹果的香气。哦，那你知道她有多夸张吗？她一年哦，往里面丢进了15万吨的苹果。哦，是15万还是15吨？15吨就很夸张。15万斤啊，高飞！再一次啊，再一次哦，小暴龙脑袋！不要吃我们赖倒好不好？小暴龙脑袋极限了，一年呢就能往里面丢进15万斤的苹果。哦，也是当时非常奢侈的一个举动。哦，我们来看一下。我还在那个5万吨，然后盖长头，我在
想，如果长城都是苹果盖的，其实很可爱耶。肯定很香。惨了，我害我的团员们对慈禧的家直击了我用嘴巴给了15万吨苹果了。你光从这个开着的门往里面看去，你就会感受到慈禧太后是多么的奢侈。那她一辈子就是非常奢侈的人。我们看完了慈禧太后晚年居住的地方呢，我们要来看这个颐和园最核心的地方。过不了，走外面。这个买，你买多了以后，它就溢出来了。这个长廊呢，是乾隆皇帝他为了让皇室成员在赏湖景的时候不受风吹日晒雨淋的干扰所建成的。然后你看到旁边呢，还有好多的画。这个画呢，总共超过14000多幅。它的故事呢，从历史、传说、人文，还有一些爱情啊，还有自然景观什么的都有，是很丰富绘画群组成的一个艺术长廊。但是我觉得它保存的并没有到很好，墙面都有一点掉漆，褪色的也都褪色了，没有再帮它做维护。我们现在就坐在这个长廊，乾隆修建的长廊，然后赏湖。这就是乾隆建造的画中游。他当初的理念呢，就是想要人家走进他的园林中，就好像走进画中的世界一样。这个画中游这个位置呢，是非常知名的网红打卡点。来，大家要拍照吗？好，我的团员们看起来每一个都热死了。我们去哪一点地方？你往下一看，哇！这确实是最漂亮的景观，乾隆当时候所理想的画中游，走进画中的世界。看完了当时乾隆他们赏景的地方，接下来就要带大家去看他们黑皮的娱乐场所啦。这座船呢，它不是真正的船哦，这个大船呢是用石头盖成的船型建筑，就是乾隆当时的水上游乐园。他会在里面呢跟他的妃子们吃水果啊、饮美酒啊、看跳舞啊、然后玩水啊。我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钓鱼啊，反正就是乾隆的水上乐园。我们往回走，走。我们现在要坐船去那个铜牛那边。这条路线呢，从石坊坐到铜牛，或者从铜牛坐到石坊，都是非常知名的网红打卡路线。好，我们现在去问价钱。哇，这个叫做什么？介寿坊。我们坐到铜牛的这个船票啊，一张是40块。然后它这个船啊，装潢的非常中国风，然后非常的漂亮。你看，它上面都还有彩绘，都还有画画。有点重。我们如果从石坊搭船到铜牛啊，沿路啊就可以看着这个佛香阁啊、画中游啊那些很漂亮的景点，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从石坊坐过来，我们就会看到右手边17孔桥。那为什么17孔桥会叫17孔桥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它叫17孔桥呢？原因是它下面有17个孔。那为什么不是18个孔，也不是19个孔，是17个孔？原因是因为古人呢，他们觉得偶数代表阳，奇数代表阴，9是阴的最大值，所以他们用8来跟它做对称，这样这座桥就会很稳固。而且乾隆呢，他当时下江南的时候，他非常的喜欢江南的造景，所以这座桥呢就用来复刻杭州西湖的那座锦带桥，既是交通要道，也是这个湖景的一部分。这样，为什么这边有一只铜牛呢？古代呢，他们有牛能镇水的传说，所以他们就相信把这个铜牛放在这个水边，就可以防止水患，然后可以祈求风调雨顺。然后呢，来，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就是呢，它从这个牛角啊，它就像一个瞄准镜一样，它可以对准整个佛香阁。哦，瞄准镜。其实我们也有到佛香阁的门口啦。但是要真的爬到佛香阁，还要先爬一座万寿山。看我们的团员已经累成这个样子，我的团员们还好吗？所以我们就没有买票上去了。
颐和园是真的很大哦，这是我们已经沿着阮经光绪皇帝的玉兰堂，到慈禧晚年居住的乐寿堂，也穿过了皇族赏湖景的长廊，到过了大家最爱的打卡点化妆游，最后再从乾隆的 KTV 搭船来到了这个17孔桥，也算是该看的重点我们也都看到了。今天呢，我们顺利的走完这个颐和园的重要场所了。给赖导的评分几分呢10分100分。满分是1000，是不是？哇，这个好酷哦！好啦，我们现在要上头条了。哇，妈，我上中国的报纸了！啊呜，差点就飞了。跟朋友一起旅行呢，最开心的就是这样，一起在特殊的地方留下特殊的回忆。我觉得这是很有价值的事情。我们长达2个星期的中国行也要告一段落了。回想起一开始带着许多质疑来到这个敏感的地方，连我的家人都多次叮嘱我一定要小心。于是我们抱着忐忑的心走入了上海这座繁荣的城市，但事情却出乎了我们原本的预料。我不止亲身感受了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又到了诗情画意的乌镇及苏州，体验了全然不同的风情与生活步调。最后我们到了历史悠久的北京，见证了那些曾经历史课本上读过的故事，现在想起来也是收获满满。好啦，下一个国家我要带你们去一个充满海味的美丽城市，可以开始期待一下啦。好的，我是不喜欢待在家的佳佳，我们下部影片见。